媽媽，你能不能讓我殺了你？今天我們來講屠殺全家的12歲少女。2006年，加拿大小城麥德森的理查德森一家遭遇滅門慘案，兇手竟是家中年僅12歲的女兒傑斯敏，也是加拿大目前已知年齡最小的殺人犯。而這個看似天真的少女為何會對至親痛下殺手，背後的隱情令人唏噓。理查德森一家是當地再普通不過的家庭，男主人馬克42歲，是一名化學技術分析員，妻子 Deborah 48岁，是一位全職媽媽，悉心照料着12岁的女兒傑斯敏和8岁的兒子傑肯。馬克與 Deborah 年輕時都曾沾染過違禁品，兩人在戒毒互助會相識，成功戒毒後攜手步入婚姻，於1994年迎來女兒傑斯敏。起初的傑斯敏是個陽光開朗的女孩，她在学校人緣極好，成績優異，不僅報名參加了美術班，還是校游泳隊的一員。弟弟傑克則是個典型的小男孩，痴迷星球大戰，房間裡擺滿相關玩具，還加入了小學曲棍球社團，和鄰居家同齡男孩蓋瑞特是形影不離的好友。平日里，理查德森一家與人為善，和鄰里相處融洽，而這樣的平靜也在傑斯敏步入青春期後被徹底打破。從11歲開始，傑斯敏的變化就令人側目，她逐漸變得對游泳和藝術失去興趣，轉而和學校裡一群高年級的哥特風學生走得很近。這群學生穿着校服，卻以濃妝和冷峻的舉止彰顯獨特，不愛與圈子外的人交流。傑斯敏迅速融入其中，開始染髮，畫黑色眼線，穿一身黑衣。外表的改變只是表象，而他的性格也愈發陰沉，在家裡變得淡漠寡言，臉上的笑容也隨即消失，多數時候都躲在房間裡，戴着耳機，沉浸在電腦構建的黑暗而又頹廢世界中。一開始父母察覺到了女兒的轉變，但只當是青春期的叛逆，也並未出面阻止。隨着傑斯敏的眼線越來越濃，她對朋克搖滾這類小眾音樂的痴迷也愈發明顯。美國樂隊 Misfits 和 Slipknot 的頹廢與破壞性曲風在這個12歲女孩的心裡埋下了危險的種子。2006年的一場小型朋克音樂節上，傑斯敏結識了改變她一生的男人，23歲的傑瑞米·艾倫斯。兩人之間相差11歲，除了對朋克音樂的共同愛好，幾乎沒有任何共同點。傑瑞米的人生充滿了苦難與絕望，他的母親孕期便酗酒成性，父母不僅有酗酒、濫用違禁品的惡習，醉酒後還會頻繁爭吵打罵他。在傑瑞米的認知裡，家不過是個睡覺的地方，毫無溫暖可言。父母離婚後，他被判給母親，可母親的新男友們同樣品行不端，他所承受的煎熬絲毫未減。畸形的家庭環境扭曲了傑瑞米的性格，在學校裡，他內向敏感又易怒，成了被排擠欺凌的對象，甚至因為衛生習慣不佳，被同學惡意篡改姓氏發音。家庭與學校的雙重打擊，讓傑瑞米的思想和行為越發偏激。年僅10幾歲的他，竟聲稱自己是活了300年的狼人，還帶着一串掛着小瓶血液的項鏈上學，模樣詭異可怖。13歲那年，傑瑞米開始吸食大麻，同期萌生了第一次自殺的念頭。儘管學校對他進行了心理疏導，但顯然治標不治本。成年後的傑瑞米在哥特文化與朋克搖滾中找到了歸屬感，也由此與傑斯敏相遇。一個23歲的成年男人和一個12歲的少女談起了戀愛，這早已超出了早戀的範疇，分明是對未成年人的猥褻。傑斯敏的父母得知此事後震驚不已，當即嚴令禁止兩人交往，要求女兒徹底切斷與傑瑞米的聯繫。可這對情侶並未就此作罷，他們通過名為 Vampire Freaks 的網站偷偷聯繫。傑斯敏的網名叫逃跑的魔鬼，傑瑞米則自稱靈魂吞噬者。長輩的阻撓非但没有拆散兩人，反而讓他們對傑斯敏的父母積怨日深。畢竟傑瑞米的父母對他向來不管不顧，自然不會干涉這段荒唐的關係。2006年4月3日，傑瑞米在網上寫下一首題為《代價》的詩，字裡行間滿是憤怒。我的愛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，他們說自己愛他，但是他們什麼都不懂，他們的血就是他們要付出的代價。這首充滿戾氣的詩預示着一場血腥的災難。20天後，傑瑞米將詩句中的威脅變成了現實。4月23日是個星期天，午飯過後，傑克的好友蓋瑞特像往常一樣跑來敲門，想找傑克玩他的星戰玩具。讓蓋瑞特感到奇怪的是，傑克爸爸的車明明停在車道上，屋裡卻始終無人應答。他繞到地下室的窗戶旁，隔着玻璃，驚恐地看到一個滿身是血的女性倒在地上。蓋瑞特嚇得魂飛魄散，哭着跑回家，將看到的一切告訴了母親。警方接到報案後，迅速趕往理查德森家，踢開前門，直奔地下室，發現了早已身亡的馬克夫婦。順着地上的血跡，警方來到2樓臥室，看到8歲的傑克倒在血泊中，手裡還緊握着心愛的星戰激光劍，唯獨家中的女兒傑斯敏不見蹤影。
考慮到潔思敏只有12歲，警方初步懷疑她被兇手綁架，生命危在旦夕，立刻發布了安破警報，聯繫媒體公開她的照片，希望民眾提供線索。然而案發現場的物證很快推翻了警方的猜測。搜查潔思敏房間的電腦時，警方發現了她與傑瑞米的聊天記錄，以及那手充滿殺意的帶甲。種種證據表明，這起慘案並非傑瑞米一人所為，而看似無辜的潔思敏竟是整個案件的幕後主使，是他最先提議殺死自己的父母。早在案發前幾個月，潔思敏就在網上寫道：故事的開始是我殺了他們，故事的結局是我們在一起了。傑瑞米看到後立刻回應：我喜歡你的計劃，但是我們得具體到更多的細節。案情反轉，警方隨即將潔思敏列為通缉犯，全力追捕這對亡命情侶。案發後不到24小時，就有目擊者稱，在距離案發現場81英里的利德爾鎮，看到两人在一家餐廳裡說說笑笑，舉止親密，宛如在度假一般。警方火速趕往，成功將两人緝拿歸案。面對審訊，這對情侶沒有絲毫隱瞞，坦然承認了殺人事實，詳細供述了案發經過。原來案發前一晚，兩人一起觀看了電影《天生殺人狂》。這部講述暴力家庭出身的情侶殺父弑母的爭議影片，徹底點燃了他們心中的罪惡之火。次日清晨，傑瑞米按計劃來到理查德森家外，潔思敏早已提前打開了地下室的窗戶。黑暗中，傑瑞米在地下室弄出聲響，驚動了前來查看的戴爪。毫無防備的戴爪剛打開地下室門，就被傑瑞米連刺數刀，當場倒下。聽到打鬥聲的馬克從樓上衝下來，順手抓起客廳的螺絲刀與傑瑞米纏鬥，可終究不敵身強力壯的傑瑞米，倒在了地下室門口。就在傑瑞米楼下行凶時，潔思敏早已衝上2樓，來到弟弟傑克的房間。年幼的傑克察覺到危險，哭着向姐姐哀求，希望他念及親情，放自己一條生路。可潔思敏面無表情，對着8歲的親弟弟連刺5刀。事後，潔思敏竟聲稱，他覺得留下弟弟獨自面對失去父母的痛苦太過殘酷，才狠心成全了他。傑瑞米解決完樓下的馬克夫婦後，來到傑克的房間，發現男孩還有一口氣，便殘忍地劃開了他的脖子。被關押期間，這對情侶毫無悔意，還頻繁通信示愛。傑瑞米甚至在信中向潔思敏求婚，12歲的他欣然應允。2年後的2008年，傑瑞米被判處無期徒刑，25年內不得假釋。而潔思敏的庭審則波折頗多。2007年7月，年僅13歲的他站在被告席上，面對檢方的多項指控，矢口否認，聲稱和傑瑞米的聊天只是玩笑，並未付諸行動。但在確鑿的證據面前，陪審團很快做出有罪判決。同年11月，潔思敏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，這已是加拿大法律針對未成年人的最高刑罰。扣除開庭前被關押的1年半，他只需服刑8年，且前4年在監獄度過，4年後便可獲得有條件釋放，定期向監管官員匯報情況。2011年9月，獲得有條件釋放的潔思敏進入皇家山大學就讀。2016年5月，他的刑期正式結束，重獲自由。法官簽署釋放協議時，對他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：你的父母和弟弟會為你驕傲的。出獄後的潔思敏低調生活，開啟了新的人生。2021年，他的犯罪記錄被抹去，在法律意義上恢復了清白之身。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傑瑞米，他在獄中改名為傑克遜梅斯，至今仍被關押在監獄裡，為自己的罪行付出着代價。這起慘案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討論，有人將罪責歸咎於哥特文化與朋克文化，認為是這些小眾文化的頹廢與死亡氣息，將潔思敏引向了深淵。但事實上，文化本身並無對錯，只是其沉重的主題對心智尚未成熟的12歲女孩而言為時過早。警方調查還發現，案發前幾周，潔思敏曾多次向朋友公開自己的殺人計劃，可朋友們因她年紀尚小，只當是玩笑，無人當真。更令人費解的是，潔思敏的學生檔案裡有一幅她畫的漫畫，內容竟是一個女孩殺害自己的父母。如此令人不安的作品，老師看到後卻未加重視，反而收入檔案，學校的疏忽可見一斑。誠然，潔思敏是案件的始作俑者，但23歲的傑瑞米難辭其咎，他有着不幸的過往，卻不該將其作為作惡的借口。明知潔思敏是未成年人，他仍與之交往。在得知殺人計劃後，非但沒有理性制止，反而推波助瀾，最終釀成了這場人間慘劇。理查德森家滅門案是一場令人扼腕的悲劇。潔思敏與傑瑞米，一個出身普通家庭，一個成長於激情環境，卻殊途同歸地墜入黑暗。這起案件也為世人敲響警鐘，青春期孩子的心理變化不容忽視，家庭與學校的引導至關重要，而社會更應加強對未成年人的保護，避免此類悲劇再次上演。